全球突变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圣遗物召唤出自己国家的神明进行对决。天主有婆罗门，有湿婆主宰诸神；鹰将有北欧神明，众神之王奥丁从天而降；小樱花更是号称800万神明，当即召唤出天照大神。而你则手持生死簿，召唤出10殿阎罗，风图大地，3清4御12圣人，力挽狂澜。今天是神话擂台开战的日子，原来人类矛盾愈发激烈，联邦组织决定让神明来解决人类之间的矛盾，以奥林匹克为信仰地，举行13场比赛，各国召唤神明对决，视为神话擂台。如今已经打到第6局，你知道只要再输1局就会战败。届时西方诸神降临，统治人类世界，可唯独龙国神台之上，迟迟不见神明显迹，一切都只因龙国神明体系严重断层，大家都遗忘了神话，唯一还被人记得的就只有土地公、城隍公这种贴近生活的小神。你叹口气，上辈子你就是死在了西方诸神降临后，当时记忆中的最后一幕就是樱花国神明的绝技百鬼夜行。那天800万神明带着妖魔鬼怪冲破空间门，走上街头，肆无忌惮吞噬着华夏人的生命，而你也是其中之一。好在对决之前，你曾经捡到过一本古书《李贺诗集》，李贺乃是大唐时期的尸鬼，不过时传已久，百鬼们肆虐瞬间，怀中诗集亮起光芒，等再回过神，就已经穿越回了神明擂台之前。此时台上的裁判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开口，下一场对决龙国 vs 樱花。只见樱花国召唤师苍井结衣双手按在神台，光亮起，接连敲出几个名字都是王炸级。9尾狐遇到前8岐大蛇须佐之男，观众们纷纷惊呼：天啊，这些都是传说中的强大神明啊，这该如何抵抗？而最终名字定格在了3个字上面，月读命。此为樱花神话中的3大至高神。大和神话体系中，创世神是个3子，大姐天照大御神，3弟须佐之男，2弟月读命就是月神掌管夜之国。下一刻神明浮现，整个世界集合下来，鹰将观众纷纷嘎嘎大笑，用这种级别的神明对付华夏无名小神，简直就是浪费资源。而此时龙国神台上，召唤师灵修园即将召唤的神明也出现了，大力神。你叹气，按照前世经历中的记忆，大力神刚下来就被月读命给秒了，当场死无全尸。然而此时天门外一片死寂，大力神没有任何回应。樱花国召唤师苍井结衣忍不住讥笑，嘎嘎嘎，龙国这是无神可战了吗？不少樱花观众纷纷嘲讽，冲国的神就是垃圾，打个架都磨磨唧唧的。哎，也对，在月读命大人面前，纵然华夏强大的龙神都得趴着，何况区区大力神。而面对西方众人嘲讽，华夏子民无力反驳。如今已经连着输了5场，若再无神明参战，龙国将直接被剥夺参赛资格，等同宣判西方阵营获胜。观众们都在祈祷大力神大人，您真的忍心看子民们受苦吗？泱泱华夏亿万子民跪求大力神显灵。瞬间无数念力汇聚天门，大力神终于绷不住了，行，死就死了吧，不就区区一个月神吗？18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。说着就要迈步走出，可这时一个声音呵斥：且慢！众目睽睽下，你深吸口气走上擂台，请大力神大人留步，我想重新请神。言简意赅的一句话，可迎来的却是铺天的谩骂。喵的，大力神都快降临了，你想子搞什么？想害死我们？我严重怀疑他是敌国奸细，应当就地正法啊！可反倒是召唤师灵修园目光中的盯着你，我倒是觉得可以让他一试。直觉告诉他，这小子身上可能关系着龙国国运，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了淡淡白光，那是只有召唤师才能看到的神性的光芒。神性即凡人沟通神明的能力，觉醒之人几乎一中无一。也正是因为他诞生了30%的神性，才被选为龙国代表。可这小子凭什么？下一秒，你怀中离合诗集亮起光芒，光柱冲天而起，众人都看傻了。我操，100%神明亲和度，这怎么可能？樱花召唤师苍井结衣吞了口口水，大家别慌，神性真的代表亲和度，况且召唤师再优秀也得有神可招。可这华夏明明就是无神。裁判女武神布伦希尔德走上来，面色冷漠。龙国新人召唤师你好，还请呈上你的神谱。没错，神谱就相当于自己的召唤上限。而对于其他国来说，龙国神谱有几个神再清楚不过。之前灵修院手上一共有记载了80多位神明，全都是土地公公这样的神仙。可就他准备将神谱交给你的一瞬间，你的胸口亮起一道光芒，立刻直接飞出一首诗，月人纸上紧接着上面印出许多神奇的名字，少说上1000个。东岳大帝、地藏菩萨、10殿阎罗，甚至还有丰都大帝，所有人都看懵了。妈呀，这神谱上咋这么多呢？天主人笑了，只怕都是些名不经传来凑数的小神吧，听都没听过。鹰将阴阳道，也是打不过就开始玩人海战术了呗。樱花人更是嘎嘎大笑。我想问，神界的小兵也算神明啊？如果算的话，那我樱花的神明就太多了。灵修园也担心无比，因为上面的这些个名字，除了牛头马面以及骆驼鬼这种之外，其他的压根没听过啊。你呵呵一笑，并未解释，而是抬手点出其中一个名字：10殿阎罗第1殿秦广王。下一秒，闻言声音出现，何人召唤本王？一拱手，华夏子民笑凡恳请秦广王帮解此局。他呵呵一笑，可
必来。判官笔一挥，无数套剑气就纵裂空间。可月神的眼神仿佛能看到未来，秦广王的攻击无论从哪个角度，他都能提前1秒躲开。袖手一摆，嘴里徐徐吐出2字阅读。一瞬间，秦广王挥出了数万道剑气，竟然瞬间定格。阅读命穿梭于剑气之间，来到面前呵呵一笑，不过是个小神而已。可在下手的一瞬间，一道屏障将他隔开，一伸手居然如烙铁一样滚烫。大怒，什么东西？秦广王呵呵一笑，没想到小樱花的身也有2下，只不过可惜我一早准备了护体。我这件宝贝名为生死簿，还没完，下一刻提笔就写，手上2笔下来，2个名字便浮上高空，嬴政、白起，瞬间2个身影缓缓在场中凝聚，其他人都笑疯了。这一听就是人类的名字啊！神明对这种就是凡人，这怕不是疯了吧？可下一秒，那个叫嬴政的人身上气浪翻滚，背后居然出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万里长城，以及数条金龙现身。他冷喝一声：“白起，末将在！”杀！白起拱手得令，身后居然浮现出重重兵阵。与此同时，一举剑杀！黑气升腾，一旁的领袖员都看呆了。这是杀戒，实质化的杀戒啊！这得杀了多少人？岳都明深吸口气，这架势来者不善，眼睛一眯，越杀！一轮明月浮现身前，瞬间绽放出无数光华。鹰将观众们纷纷高呼：“Oh my god！ 这是月神的大招啊！华夏的神必败！”可就是和嬴政的金龙、白起的杀气碰撞的一瞬间，月亮居然出现了裂纹，咔嚓一声，下一刻岳都明倒飞出去，他惊了，怎么可能？区区2个凡人，樱花观众们人都快麻了，不可能！月神大人一定是放水了，放了这个太平洋啊！这2个人类怎么可能把他打飞出去？要是他真想赢，随便一个永夜就能把什么嬴政、白起给秒了。秦广王呵呵一笑，小小东瀛之地，安敢犯我华夏大地？岳都明彻底疯狂！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这一瞬间，谁都没注意到，樱花国方向的天门开启了一条小裂缝。下瞬间，一股力量驾驶到岳都明身上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道声音：“我赐予你800万神明之力，速战速决。”等岳都明重振旗鼓的时候，已经变得无比自信。区区秦广王、嬴政、白起，也敢碰死我大河神话？找死！就让你见识下800万神明之力。下瞬间，在他身后空间撕裂，可空荡荡的，仿佛什么都没出现。你技术发宝妖精在眼前这么一过，瞬间看到无数的樱花鬼怪从中走出，大天狗、犬神、木魅、不知火、刺木童子等等。樱花观众们兴奋到窒息，天啊，这是百鬼夜行！你笑了，在阎王爷面前用鬼，这不是撞墙考上了吗？只见秦广王呵呵一笑，提笔一勾，好，既然你用鬼怪，我便也用。鹰将观众们的疑惑了，鬼怪，华夏传统能有什么鬼怪？下一刻，一扇大门在秦广王背后浮现，上书3个大字：鬼门关。而从里面走出来的赫然正是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、骆头明、黄大仙、涂山救白狐等等，赫然正是中国的殡葬鬼怪，丝毫不输百鬼夜行。而2相碰撞的一瞬间，百鬼夜行居然瞬间溃散，樱花观众们都疯了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的800位神明怎么可能输掉？你呵呵一笑，华夏的妖怪鬼怪历史源远悠久，文化深度上有考有据，而且在殡葬、祭祀的场景都出现，怎么可能比不上区800万神明？而此时，樱花的天门中再次流出一股气息，注入到百鬼夜行中。樱花鬼怪们纷纷齐声大嚷，你双目一喊，果然有人捣鬼。手中出现了那本李贺事迹，宫门浮动，毒士2字浮现，手中出现数条红线，连接到了己方骆驼鬼身上。下一秒是在切换，你居然附身到了骆驼鬼身上，正是技能夺舍。秦广王呵呵一笑，难得校友有如此兴致。毛笔一挥，瞬间鬼怪群齐声大嚷，眨眼间把百鬼夜行也压制住。岳都明脸色苍白，这样下去输定了。可一道清脆微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：放弃这场战斗，我接你回来。与此同时，樱花神国高天元天照手指舞动，可他眉头越皱越紧。不好，东方神明对这场战斗关注的太紧，秩序力量封印太强，我只能让你先走时空乱流，再绕道回来了。快自毁月行，摆脱秩序锁链。我建议你进时空乱流。岳都明含恨：小凡，希望你能活下来，我在神界将你亲手斩杀。说着自爆的神情，秦广王皱眉，这必是有人相助。裁判，你们不管的吗？不论谢尔第三手，反正岳都明要是不死，就无法判定你们胜利。时间一长算平局的话，你们就算输了。可这时你开口，秦广王，我可以毒射在鬼怪身上，不如就让我附身鬼怪，把我也投进时空乱流，等我追到岳都明，到时僵局自解。他点点头，也好。小友，刚才我通过时空乱流检测到，岳都明应该是到了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这个时间节点上，人界动荡不安，精怪横生。为了掩饰你的身份，你将作为一支修仙小派的弟子出发。切记，在这里危险横生。这李贺诗集是我地府秘宝，与你应该有用。里面的一些神庙，你方才也用过。诗集中延伸蕴含的妖精，可以看透世间迷惘。
表面看似正常的地方，用阴阳眼一扫，便能现出鬼怪，而且怪物眩晕后还能用丝线进行夺射，附身到鬼怪身上。如此一些危险环境和机关，你便可自解。你点点头，多谢。秦广王再次叮嘱，此次穿越可能不止这一个主线任务。月多命生性狡猾，可能会利用我们东方神话的特点，不仅在人界活动，而是在人妖鬼魔四界不断穿梭。这些小世界各自独立存在，你懂了？意思就是无限快穿，没有单一主线任务，而是穿梭在各个小世界中，收集对方的线索，完成任务，对吧？他笑了，如此可教，妙哉！小友，快去快回，此方世界由我先暂时照应，应当无事。你点头 ，OK， 我这就去。对了，广王，我们这次行动横跨时间长河，要不要起个代号呀？嬴政这时候出来提了个建议，既然是穿梭时间长河回了唐朝，又要在各个小世界中收集线索，不如就以界命名。你和秦广王相视一笑，好，那便叫代号界，代号界，启动。